经过美国人仔细研究，办法是分布式威慑，就是通过转让航母技术，让自己的盟友，尤其是韩国或日本，多造一些航母，来形成对中国的海空优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新航母即将服役，美国就能趁机卖军火赚钱了吗？中国的003号航空母舰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当中，速度之快已经让美国人冒三水了。当然了，美国还是这个地球上对航母的建造或使用最为娴熟的国家，他们对中国003号航母的判断还是有些道理的。美国首先关心的是003号的技术水平，特别是电磁弹射系统，这是美国海军最新型航母福特号刚刚采用的技术。虽然福特号服役到现在已经4年了，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战斗力，但客观的说，电磁弹射器并不是影响福特号形成战斗力的主要原因。这个系统还是表现不错的。如果003号确实采用了电磁弹射系统，那么在全球海军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每个人认为虽然003号的建造速度让人印象深刻，但电磁弹射器才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这意味着中国将跳过2代航母弹射器，也就是液压弹射或蒸汽弹射器，直接进入世界最先进水平。如果003号航母顺利的投入使用，那么中国将在世界军贸市场上拥有一项显著的优势，可以向自己的友好国家提供航母技术，甚至承建轻型航母。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国际军展上推出了相当于法国的西北风级的2栖攻击舰的模型。这个尺寸的战舰已经比很多国家的轻型航母吨位还大。虽然中国还没有一款成熟的舰载机，但是哪怕仅仅配套直升机，也可以有效地提高用户国海军的战斗力。按照美国的说法，中国的潜在客户可能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美国人忧虑的当然就是美国该怎么办。他们首先抱怨003航母让太平洋更加拥挤了，然后美国该怎么办呢？造更多的航母呗。但是美国的财政哪里承受得起大量建造这么贵的东西经过美国人仔细研究，办法是分布式威慑，就是通过转让航母技术，让自己的盟友，尤其是韩国或日本，多造一些航母，来形成对中国的海空优势。当然了，美国人还没有疯狂到要想向自己的盟国转让超级航母的技术，这些盟国也消受不起。美国人更倾向于让盟友们建造类似于美国级黄蜂级2栖攻击舰那种大小的轻型航母。美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都显得太大了。美国人分析如果中国造一艘003型航母，美国阵营只要造2-3艘轻型航母就可以对抗。当前日本拥有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他们在建造的时候用的都是直升机驱逐舰的名义，但是任何人都看出来这就是轻型航母。目前2艘出云级正在改造，可以搭载美国提供的 F-35B， 这就算是西太平洋上的美国的盟友当中第一批航母了。韩国已经正式宣布要装备一种叫做 CVX 的轻型航母，舰载机选用 F-35B， 因为韩国空军已经引进了 F-35A F-35A 是陆用型， F-35B 是海用型。不过这个 CVX 到底设计成什么样子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英国海军在2021年初特意把自己的伊丽莎白号航母开到韩国，让韩国海军人上来参观，顺手推销英国的航母设计或咨询服务。只有韩国和日本可能还不够，美国人还打算把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也拉进来。澳大利亚早就购买了2艘堪培拉级的2栖攻击舰，还有 F-35A 战斗机，再卖给他一部分 F-35B， 把2栖攻击舰改装成轻型航母，美国又可以赚上几十亿新加坡早在2013年就向美国寻求2栖攻击舰的方案，虽然设计方案看起来不伦不类，但毕竟有很大的评值甲板。新加坡同样是 F-35A 的用户，
美国方面肯定希望把它发展成 F-35B 的用户。那这么算起来呢，好像西太平洋上真的会出现一批轻型航母载着 F-35B 到处游荡。虽然每艘航母搭载不了太多 F-35B， 但是加起来呢数量也不少，从北到南都可以对中国形成海上威胁。可能这就是某些美国人的如意算盘，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搞这么多小航母考虑过东风快递没有啊？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